特斯拉全球大裁员，裁员比例高达10%。马斯克曾经的预言成真了吗？就在今天，马斯克发了一封内部信，说特斯拉要在全球裁掉10%的员工。要知道，这些年特斯拉员工数量是一直在猛涨的。2020年底只有7万出头的员工，去年底涨到14万人，3年时间员工数量翻了1倍。是什么让一路狂奔的特斯拉猛踩一脚刹车呢？可能是汽车不好卖了。2年前，马斯克发过预警，说全球经济可能会衰退，特别是汽车、房子等高价商品的销量将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他预判这波衰退会持续到今年的春天。结果今年春天，特斯拉遭遇到史诗级的暴击啊！一季度全球销量只有38.7万辆，出现4年来首次销量下滑，跌幅是达到8.5%。这也带崩了特斯拉的股价和马斯克的身家。跟今年年初相比，特斯拉股价已经是跌了30%以上了，1.8万亿市值灰飞烟灭。马斯克本来还是全球首富的，今年身价也跌到全球第3了。有人觉得车不好卖呢，主要是特斯拉产品太老了，这些年没有推出什么新品，被中国汽车品牌给揍了。而且中国市场现在这个价格战这么猛啊，3月超过20款汽车降价，特斯拉居然还敢涨价。这个月 Model Y 就涨了5000。只能说马斯克呢，他可能要忙的事太多了，顾不上来特斯拉。他的 SpaceX 上个月还发了12次火箭，最近还忙着搞他的 AI 公司，要融200多亿。桩桩件件都要钱啊，但是汽车不好卖，没有办法开源，只能节流，裁员呢就成了一种选择。你觉得大裁员10%之后，特斯拉降低了人力成本，会不会有弹药继续打价格战呢？喂？马斯克内部邮件被曝光，特斯拉全球裁员10%，应该也包含上海工厂。但有媒体说可能会去到20%。特斯拉全球可是有14万名员工，这意味着要裁掉2到3万人。这是又一次的生死危机要来了吗？裁员原因，马斯克很坦诚啊，他说公司在全球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工作职能上的重叠。注意，重叠二字不仅仅是人力的浪费，还会带来效率低下。这次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好准备。用国内的话说，就是要降本增效。2018年，马斯克曾经说过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历史上大多数的车企最终都走向了倒闭，特斯拉和福特是美国唯一2家没有倒闭过的汽车厂商。当时福特 CEO 还回复他说 Respect， 确实造车太不容易了，要持续的创新，还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并且同时要保证现金流，这至关重要啊。那特斯拉其实曾经也2次面临破产过，一次是08年的财务危机，当时刚刚交付 Roadster， 生产问题加上成本超支，一度要让马斯克用自己的个人资金来维系公司。那一次是在17-18年的时候 ，Model 3大规模的量产，大量的订单，但是生产跟不上，导致交付延迟，成本超支，最后通过融资加生产流程的进化。这次全球裁员10%是特斯拉又一次的生死危机吗？还是马斯克应对成本控制和生产提效的一项举措呢？特斯拉下一个创新突破又在哪里？答案肯定是 FSD 自动驾驶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国内的车厂都开始讲端到端视觉方案了？过去咱们看不起、看不清、看不懂的技术，仿佛一下就通了，是不是？原因是自动驾驶可能真的要迎来 AI 时刻了。这2天，英伟达的人工智能专家军范在 X 上非常兴奋地表示，特斯拉 FSD V13利用 Grok 的推理能力和庞大的真实数据，有潜力解决自动驾驶的极端案例。特斯拉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真实视频数据 Grok 可不仅仅是一个开源大模型，它还是特斯拉的一个超级大脑。所以回答大家，特斯拉是不是在经历危机？我的答案是在经历一个创新基点。拭目以待5月推出的 Grok 2代啊，这直接关联到特斯拉接下来的命运了。看看近期车圈的事件，没有技术的突破，就只能无限的去卷价格、卷营销。那大家看好国内哪一家的自动驾驶呢？欢迎评论区交流。马斯克竟然把 Grok 开源了，天哪！我估计这一波国内又得涌出好多个大模型公司。而且呢，马斯克开源的这个 Grok 是吧，它是有3140亿个参数，比 GPT 3.5 的参数还要多，并且呢有一个非常关键一个点，它没有限制，就你可以问它任何回答。你敢想吗？是不是有点不符合某些核心价值观？现在呢是谁都可以到 GitHub 上去下载它。不得不说啊，人家马斯克果然是目标在火星上的男人。你就冲这个格局是吧，他就不是一般人。
包括之前在电动车刚发展的时候，它也开源了相当多的电动车的专利。我们不能说现在国内这种新能源车的井喷跟它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间接的关系。老马是真的牛。马斯克做的 GPT 已经上线了，叫 Grok。这个 AI 跟他本人的性格一模一样，非常的叛逆，而且它可以回答任何尖锐敏感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政治正确的限制。我们在用 GPT 聊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发现了，但凡你的问题稍微带点冲突、地域性贬低、政治冲突等等这些敏感性的问题 ，GPT 直接当场就宕机了，强制你修改提问。但 Grok 就不一样了，最新的测试，它不仅能毫不留情地嘲讽 ChatGPT、谷歌的 Gemini， 甚至包括马斯克本人，说它是行走的表情包。比如有人问 Grok 怎么做，他甚至真的回去帮你规划步骤、调取配方。不过说到一半的时候，又开玩笑的告诉你别闹了，这玩意儿不让做，是非法的。还有人问 Grok， 老婆说4加5等于12，我该回答9还是12？结果 Grok 回答说当然是12，老婆开心了，生活才能快乐。不仅完全没有一般 AI 机械化的客观性，而且极具生活的智慧。当然了，这些优势也是因为 Grok 有马斯克的推特平台做靠山，可以利用上面海量的言论数据来训练自己的语言模型，平时也可以随时调用平台的内容，极具时效性和独特性，还能及时把控热门话题等等。甚至为了保护自己 AI 的这个独特性，马斯克还起诉了微软，坚决杜绝其他公司用推特平台的数据来训练自家的模型。Grok 还有很多好玩的操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重磅啊！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能要遥遥领先了。马斯克又开源。马斯克他有一家企业叫 XAI， 做人工大模型，这个叫 Grok 的这么一个产品，全部开源。它有多厉害呢？我先说呀，国内现在这些人工大模型，它的参数，这个参数相当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智商，没有超过1000亿。GPT 3.5 是开源的，是1750亿，而 Grok 开源是3140亿参数，这个很大啊。可不要问 GPT 4.0 啊 ，GPT 4.0 已经是3.3万亿的参数了，目标是达到100万亿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开源的大模型里边，马斯克又做到了最多。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马斯克又引领人类什么这那了。我要先辟个谣。第一，马斯克的确是个商人，很会做生意，但是啊，也有很多贡献。可是他为什么要开源他的 Grok 呢？这里啊，你要对马斯克有个统筹的认识。马斯克做生意，他喜欢调动社会力量。比如说，他做 SpaceX 的时候，你看他不断的从猎鹰1到猎鹰9，然后包括现在的星舰，都是有试飞阶段，然后试飞成功之后才会进入到商业化阶段。明显马斯克要做的语言大模型，绝对不是 GPT 3.5 和现在 Grok 的这个水平，肯定是奔着 GPT 4.0 甚至更高水平去的。所以现在它的开源就是一种测试阶段。测试谁来做啊？他自己做需要多少精力呀？肯定是放给社会做。开源之后测试拿到的参数和反馈，这个数量级是对他未来的开发有巨大帮助啊。当然，这是一个互惠互利，因为它开放之后，起码现在所有开源的语言大模型里面，这是最高参数级别的，都是 MOE 的架控。在这种情况下，马斯克等于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对吧？目前来看，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是很有利的。现在开放啊，在平台上直接就能下载，虽然能下载，但是比较大，要296G。不过呢，你个人电脑啊，小服务器根本带不动，所以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大型的这种公司才能去跑测试，把它运行起来。当然你自己玩一玩也可以，不过效果啊，因为没有训练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目前为止，马斯克在商业上都选择极简模式的快速推广。而这次重磅的发布了超过 GPT 3.5 的，它是 Grok 对更多的人进入到人工智能领域是有帮助的。起码中国是有一个海量人才市场，培养更多的人工智能行列的这种年轻人特别有利。而且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应用和训练领域，不管你智商多高，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你一样跑不赢别人。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从业者，我必须说点什么了。我对我以下所说的内容负法律责任，如果有不实，麻烦这些车企法务起诉我，我们人民法院见。新浪科技引自快科技的采访中说，小鹏汽车部分退市车型无法投保。无论这个信息是否真实，
我就是小鹏 P5 460P 的车主，订单截图为证。2022年11购车，2023年9月，我这个车型 460P 就停产。从主推的第一款激光雷达上车的车型到置入冷宫不到1年。现在还有谁记得小鹏还有 P5 这款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车企都喜欢搞期货，美其名曰有了 OTA， 车辆是逐渐成长的。但你承诺的 OTA， 高精地图开20城，根本就没有实现，只开了北上广深佛5个城市。放弃老车型车主，你心里不痛吗？没有我们的不懈维权，这事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最后还算给了我们满意的答复，返了我们2万的可转让的智驾代金券。但是你再看看这些老款 P7 的车主们，当时何小鹏在发布会上骄傲地宣布，小鹏 P7 配备了 Xpilot 3.0 系统，后续将升级到 Xpilot 4.0 系统，支持最新的 XNGP， 城区高速都能跑。后来新款的 P7i 发布了，小鹏就忘记它有一款车型叫做 P7 了。3年过去了， P7 的智驾还停留在 3.0， 14纳米的高通820芯片加持下的车机也开始卡顿。更便宜的 G6 配备了 Xpilot 4.4， 智驾销量爆棚。现在的新势力都是车还没造出来就开始吹 OTA， 然后1月上市，2月降价，3月促销，隔了1年直接退市老车型，再发一款新的换皮车型来再收割一圈吗？再看看华为问界，于大嘴在9月份发布会上就扬言，23年12月底开放全国所有城市，有图无图都能开。结果呢，跳票，到现在无图 NCA 还没有大规模 OTA， 只有少数人拿到了。网上有了一些视频，但我充分怀疑这些车评人他们都签署了某种协议。问界官方的答复是春节前大规模推送。我不懂法律，有没有律师来看看这种发布会它符合广告法吗？把消费者当傻子来骗吗？遥遥领先还是遥遥无期？再看看现在各大平台的车评人们，抖音的动物园说车们，还有某学长，全都是充值，有哪个在说真话？一个个的把段子拍得飞起，车评人的腰包鼓了，车企的单子有了，买车时车主饼吃饱了，买完了钱包瘪了，买到了一个残次品、未完成品，还要每个月为他交贷款，车主的权益谁来维护？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汽车正是发展的黄金期。在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全球总销量的 60%， 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 77.2%。大好行业不能让这些画饼的车企和无良车评人给毁了。他们不说，我来说。关注我，一个说真话的车评人钟黑黑。车企为了多卖车，给大家吹上天的3个天花板技术，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完了。如果你是因为这3个天花板的技术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那你这30万很有可能就白花了。因为现在这些天花板技术以后我认为都会作为普通新能源汽车的技术下放，他们会放到10几万、20几万的这些新能源汽车车型上面。第一个就是车企给我们的营销续航里程制造焦虑，到底是不是真的续航里程不够呢？目前很多车企都把突破1000里续航当做一大卖点，类似于比亚迪即将发布的第5代超级稳定系统，它满油满电可以说突破2000公里，我都不知道这2000公里需要多大的油箱啊！再有就是智996搭载了133度电的光年固态电池，推出这么高的电池度数，无非就是想电池续航突破1000公里嘛。马测曾经说过，我们80%的时间都是在背着无用的电池重量，天天在路上跑的。所以我们每个车企都有一个电池度数的平衡线，特斯拉电池度数的平衡线我认为是60度，极氪的电池度数平衡线我认为是100度电，智己电池度数的平衡线难道是133度电吗？第二个就是车企给我们制造的底盘也是能够夸上天的。油车时代我们底盘调校水平和合资车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新能源汽车时代，我们可以依靠各种传感器，加上各种芯片控制器模块，再加上车企给我们量身打造的智能驾驶的算法，来够弥补机械底盘条件上面的差距和不足。所以现在国产现代汽车都在吹智能底盘，比如说问界 M9 早就已经用上了线控底盘技术，比亚迪的仰望 U8 它用的是异色方的平台技术，能够实现原地掉头啊，对吧？等等等等很多的功能，其实就是通过电信号的控制来控制汽车的制动、刹车和转向。因为异色方这个平台了，它原地掉头需要非常高的电流和非常高的电压。以前在油车时代是不太可能会实现的，但是新能源汽车时代，咱们电池包本来就可以提供大电流和高电压，而智己 L6 搭载的灵犀底盘技术，它其实和问界 M9、比亚迪仰望 U8 这种搭载的底盘线控技术其实一样的。其实它只是把底盘的 ABS、ESP、空气悬挂、CDC 的阻尼器，还有刹车、转向和制动这7大模块，通过中联域控制器来够实现统一的处理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花高价买的这些被车企吹上天的后能转向技术、双圈空悬技术、激光雷达预瞄系统等等啊，包括智能驾驶这些高级配置，以后一定会随着产业技术的红利下放，逐渐成为电车的标配的。这也是整个现代汽车发展的大趋势。第3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用车的安全焦虑，这也是车企给大家制造的焦虑。大家看到了太多的新能源汽车致燃事件，即使是某品牌号称把自燃从字典里面删除掉的电池，它一旦发生严重的脱底或者是底盘磕碰事故之后，也是分分钟能够起火自燃的。厂家刚好就抓住了消费者对电池安全的忧虑，所以半导体电池啊和固态电池啊也就应运而生哦。要知道固态电池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很轻，第2个就是它的体积很小，第3个是它的结构很硬，第4个呢，它就是能够更好的做车身底盘电池一体化技术，第5个就是能够降低整车的开发难度。但是咱们要知道，固态电池的初期成本它是不会便宜的，所以我很难想象智己 L6 的清碳能源133度电的棒态电池，它是怎么能把成本控制在1200块钱以内一度电的？现在新能源汽车隔3差5就有重大技术突破，类似于2012年的手机市场，表面上看技术的高度似乎无限高，实际1-2年后咱们来看也是落后的过渡技术。所以选现代汽车，尹哥给大家建议，千米续航版本完全没必要，实际上跑400公里就够。被车企车上天的底盘技术，我们也没有必要花更多的冤枉钱去选，因为这些技术早晚它都会技术下放的。这和尹哥告诉大家一句话，只要宁德时代、比亚迪、松下或者是三星、LG 化学等等这些全球电池行业龙头，他们没有官宣固态电池量产装车，现在这些所谓的小厂的固态电池啊，我认为仅仅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只是为了增加这个车的营销噱头而已，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车企目前给大家吹上天的3个挑火板的技术，到底有没有必要去选呢？下个视频我给大家更新一下，能够真正惠民并且具有大众普适性的，都可以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有必要选的技术，哪些有用的真正的技术和配置，并且我给大家推荐合适的车型，点赞关注吧。我又来充电了，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我在这里给一些准备买电车的朋友，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你钱多的话，你就买啊；如果你没什么钱，你不要穷的话，你就不要买电车啊。我在这里，我真的很想吐槽一下电车，真的。作为一名电车车主，我真的有几个缺点我要说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电车的辐射非常的大，我开了快2年，我脚毛都掉了好多，因为它下面全部都是那些锂电池，而且维修的费用特别的高啊！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电池很不耐用，就是你刚刚开始那1-2年的话它可以，要是你开个3年以上，那个电池真的很恼火的，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的车2年多，跑个500公里充了2-3次电了。我本来他说去朋友家吃个饭的，预计的话是8点钟到的，现在都10点多了，都还没到，真的是头都大碗。在那边充电。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孕妇的话，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坐电车。还有一点就是，电车一旦短路的话，
你这种普通的灭火器是灭不掉的。所以说我现在开车的话，我很少关窗，不敢关，因为我看的太多了，我怕哪一天我也变烧烤了，真的。要是我不关窗的话呢，就算它着了，我还可以跳下去啊，是不是？要关窗的话呢，一烧了全部短路了，是不是？你这种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你又灭不掉的，只能看着它烧的。有些朋友说，这个车很省钱啊。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在市区跑一下，确实还是蛮省的。后面出了一次问题，去维修了一次。我告诉你们，光那个维修费我都可以加几年的油了，真的不骗你们。为什么呢？有些朋友说，那他这里维修贵，你可以不去他这里修啊，你可以换个地方修啊。问题是人家不会修啊，很多地方他都不会修啊，你这种普通的师傅都不会，他要送到厂家去修，厂家说多少就多少。有些朋友说，电池它不是终身免费包换的吗？你想多了，我告诉你，那个合同里面很多条例的都是坑。它是什么情况下？我就随便说一条啊，就是说你这个车就是说你用车这几年，就是在电池没有坏之前啊，它电池没有坏之前，你是不能发生任何的碰撞，还有那个假如说不能出险之类的啊。我不是说所有的啊，我这个就是这样子，可能是我踩坑了啊。那谁开车没有个碰碰撞撞的，是不是？你要是有一点碰撞的话，你只要你经过维修店啊，你这个车就不能了，终身质保就没有了，终身置换啊，不是质保。还有一点，我上次喝水不是那个低了一点嘛，到那个就是副驾旁边那里不是有那些按键的，他就那个了，短路了，去搞了3、4千，他不知道是搞到哪根线了，搞到那个屏幕。应该是他那个屏幕那个线在里面湿了，然后就短路了之后呢，他就屏幕的一下好，一下子不行，一下子又失灵。所以说呢，搞了差不多4千。我告诉你们，你们说电车好，我真的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敢说真的。你要是现在你别说让我去买，你就算送一台给我，我都不要。说实话，你看我天天在这里。我每次跑高速，我都想，真的想抓狂去，真的很烦的。300公里之内还可以，超过300公里我真的不敢开了，真的怕了，真的。但是也没办法。我只是给大家建议啊，你如果说你钱多你要买，那是你的自由，钱是你的，又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说作为一个车主，我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希望有些朋友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啊。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比亚迪现在加快了这个2轮电动车的研发，也就是说有人把这个2轮电动车叫做电动自行车啊，或者就叫做2轮电动车，那么他就要去抢这个雅迪啊、爱玛呀，包括像什么台铃这些企业的生意了。这个电动车把这个谍照，我看有人在网上把谍照发出来了，最大的卖点啊就是什么？就是续航里程特别大，它的续航里程最低的续航里程是100公里，据说是有一个能达到300公里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有几个档次啊，最低档次续航里程100公里，最高档次现在是设计的300公里。所以我看下面很多人评论，尤其是这些什么外卖员呐，或者是还有一些送快递的等等，就说到这个东西一旦上市以后，别的不敢说，就是这个外卖市场或者是这些配送员这个市场，基本上慢慢都会被这个比亚迪所取代掉。当然这个价格有人说这个价格看了也不能便宜，最低档的100公里可能定价是7000多块钱，但是7000多块钱很多人说这个它也有很强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因为它比现在这个小牛因为小牛现在就算续航比较大了，但它最大的也就是50公里，也就是50公里、60公里，这就算是比较大的了。那么它最低的都是100公里，搭乘了这种钠电池的这种技术。之前我们有视频说到，钠电池有很多优点，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能量密度偏低，所以呢，它用在这个汽车上面就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同样的质量、同样的体积的前提下，它的续航里程是比现在的锂电池等等要差一些的。但它的好处也非常明显，第一呢，成本低
因为我们知道钠电池钠的在自然界当中的获取要容易过锂比这个锂离子肯定要容易很多，获取容易。第二呢，它就是比较稳定，它比锂要稳定很多，所以呢，它碰撞包括燃烧各方面，它出现的问题原则上就比这些其他的用锂用其他的这些材料它要好很多，所以它的优点很明显就是说稳定。第二呢，成本低。然后呢，它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说它续航里程在汽车里面来讲，它要差一些。像现在这个100度的锂电池可以跑700公里，它可能就只能跑500公里。但是在这种2轮的电动车，或者我们叫自己说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它就非常有优势了。因为不可能，我们说这个一个2轮电动车它能承载多大的重量所以实际上来讲，它能跑100公里，它并不需要特别大的电池。那么我们之前在一个说小牛的2轮电动车的视频当中说过，实际上电动自行车或者2轮电动车的市场是蛮大的，并不是很小的一个市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包括我们说现在全国的3强就是以雅迪、爱玛和台铃这3强为主的。那么台铃是最差的，它都有1年800万台的销量，但台铃相对来讲好像贵一点点，均价上比这个雅迪要贵一点点。雅迪是1400多万台，1年新增量就1400多万台，每一台都能挣100多块钱，也就是说1年它光做这个2轮电动车或者电动自行车，光是这一块每年能做20亿的利润。20亿利润，当然像这个比亚迪这种汽车这一块，可能20亿利润它不太什么在意，但是它这一块利润我们自己说是比较轻的资产，它不像我们做电动汽车这块资产非常重。比方说像比亚迪，虽然每年我们说能赚不少钱，赚几百亿的利润，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它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它每年的借贷或者重资产的投入，它想去做一个大型的工厂，它要投入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它用这个边角料顺带的就把这个2轮电动车或者电动自行车给做了，所以这一块也作为我们说动力电池的一个补充业务。比亚迪就会做起来，多了不敢说1年我觉得做个几百万台，做个200-300万台，甚至500-600万台，我觉得问题是不大，一台也挣得不用太多，一台能挣个100-200块钱，或者是像他要卖7000多块钱，可能就利润高一些，可能就能挣个一台，搞不好能挣个1000块钱，搞不好他这一辆电动车的利润都高过他的一个比亚迪秦的这个，比方说比亚迪秦的荣耀版。因为比亚迪秦荣耀版有人说利润就是3000块钱，他可能挣不了3000块钱，但是他一辆车挣个1000块钱，我觉得问题不大。500万台一辆车1000块钱，这下来利润也差不多有50亿了，所以这一块也可以作为比亚迪动力电池的一个补充，也是不错的业务。谢谢。